如果你家里突然多了一个不请自来的室友，他吃你的，用你的，还占你的，让你每天不舒服、很累、很痛，你会不会想要把他给赶走呢？但如果这个不速之客不是住在你家里，而是住在你的子宫里呢？嗨，我要住进来喽！经期变长，血量变多，肚子有压迫感，小心是子宫肌瘤在作怪。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女性或许会听过，可是一知半解的子宫肌瘤。没错，不一定会痛啊，不一定有这个症状，但是一旦发现，很多人开始担心说，会不会变成癌症啊？要不要开刀啊？会不会影响到生育啊？是，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妇产科医生玛丽医生，带我们一次过讲清楚，住在子宫里的这个不速之客到底是什么？是，欢迎医生。欢迎。当然还有我们另外2位佳丽哈，分别是我们6月还有阳光可乐，欢迎你们参与讨论了哈。是，那你们2位有听过子宫肌瘤，或者是身边朋友啊、家人有没有这个问题啊？有，我身边有朋友有哦，然后他是跟我说，他原本以为是癌，就是因为有一粒东西，他就有吓到，就想说是不是子宫颈癌，OK，然后后来就检查的时候才发现说，哦，不是，就只是肌瘤。肌瘤，然后当时有需要做什么处理吗？因为医生看了之后，他就讲说，如果没有影响你什么生活上面的情况的话，他说其实就不需要开刀，就是虚惊一场。对对对。那可乐有什么相关经验吗？就是完全没有，所以我来上课。 OK， 来了解一下。对，了解一下。结束的时候考你。好，那既然你想要来上课，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到底呢什么是子宫肌瘤哈。来，我们来看一下。好，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呢照片就是子宫肌瘤了哈。哇，这整个都是吗？对，图片上这些全部是肌瘤，它是一个多发的子宫肌瘤。这里面有几粒啊？对啊，它是多发的，这个病人其实有差不多20多例在里面。有上限的吗？这样子那个没有上限，没有上限。医生，那我想问是它是软还是硬的？它是硬的。那到底这个肌瘤是怎么形成的？蛮好奇。肌瘤其实现在的真正原因不是很清楚，但是呢，其实它是和女性的荷尔蒙有关系。就是说，尤其是女性的孕激素呢，它会刺激子宫的肌肉细胞不停的在增生，所以它自己复制成一个肌瘤这样子。这样子听起来，你说孕激素，就是说如果她怀孕的话，很有可能就会长这个肌瘤。怀孕期间肌瘤其实比较容易长大。哦，是哦。对。那如果说一个女生她没有肌瘤，会因为怀孕而长肌瘤吗？不会，但是说她可能是在怀孕前呢，她的肌瘤可能会比较小，可能超声检查不到。但是怀孕期间因为孕激素的影响，它会使它变大一点。OK， 但是其实这种通常影响也不会特别大。那最重要的是，它算是小肉球，算不算癌症？对，肌瘤恶变的可能性很低，差不多是小于0.5%的可能性。大部分是良性的。那我想问一下，你看过最大的肌瘤有多大？差不多是30多 cm 这样子，30厘米。子宫才差不多7、8 cm。OK。它是整个。那不是像怀孕一样哦？呀，是多重啊？那个你还有印象吗我做的最大的是3公斤。3公斤啊！我的妈！一个小孩哎，对，像一个小孩的重量。OK， 所以这个肌瘤形状会不会就像是我们前面的这个水果这样子？它的大小就是从很小的形状到最大的。OK， 有的比西瓜还大。可以像这样。有的会比西瓜还会大。比西瓜还大。对。哎呦，所以它是没有限制的。所以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一个体积。对。OK， 那像葡萄这样很多小颗也是吗？也有多发的，是这样的。对，它有一些肌瘤呢，它可能先天有一些基因的原因，它其实子宫可能有几百个小肌瘤在这样。对我朋友他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看到他那个照片之后，我吓到，我就去内诊。然后就是他就检查之后，他先说哦我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之前已经做过检查了。对，我有做过检查了。那像我们刚看那个照片呢，其实就像是这个葡萄这样的，是多发的，对吗？这个其实要比这个大一些，好，再大一些。对，大一些。这个差不多是在7、8 cm 这样子，这个大概这样子的，对，差不多这样。那这么多不同的形状也好，大小也好，都是长在子宫里面吗？
大部分是，但是我们临床上也有些见到是长在子宫外面的。外面是什么意思？因为他可能之前有做过手术，手过手削的时候呢，有些细胞可能就落在其他的器官上面，它就可能比如说落在肠子上啊，落在血管上面会有。OK， 那些比较罕见的。OK， 我其实好奇，它要多久的时间才可以长得这么大？很难讲，因为大部分的肌瘤呢，从平均来讲是每年增长1到2厘米这样子。但是有些可能短期也会突然长大一些。那我想问一下，说像这个肌瘤长在不同位置有不同的分类吗？非沟是会有一个肌瘤的分类，取决于它的位置，取决于它是凸向宫腔，还是长在肌壁间，还是凸向子宫外面，它会有7到8个分型。原来是我们看到这个图案，对不对？所以那个号码就是它的种类，是不是？像从0呢，就是说100%的肌瘤是在宫腔里面的。OK。1型的话呢，就是说大于50%的肌瘤是在子宫腔里面。所以1和2的区别，一个是小于50%在宫腔，或大于50%在宫腔。50%。我不明白的就是它为什么要分得这么复杂？它不能就是叫肌瘤就肌瘤就好了，就里面外面这样对都一样呀。因为它的位置不一样的话，它引起的症状会很不一样，临床的处理也会很不一样。对，像通常0型、1型、2型、3型，因为它离宫腔很近嘛，所以这种情况下，它很常见的就会出现出血的问题。这种情况通常是需要处理的，不管它有多小，可能1厘米的肌瘤，但是它在宫腔里面，它会导致症状，这样就需要手术拿掉。那最常见的肌瘤有哪一些呢？最常见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是黏膜下肌瘤，像非沟分型的0到3都是算黏膜下肌瘤。这种因为它是在宫腔里面，它可能会比较小，但是它会引起出血。再一个就是肌壁间的肌瘤，像临床非沟分型的4到6都算肌壁间的肌瘤，因为它是在肌肉层里面，所以通常它不会说引起太多出血的问题。但是因为如果比较大的话呢，它也会引起出血多。再就是浆膜下肌瘤，往外凸的肌瘤是6到8型的，因为它是往子宫外面凸的，所以很少会引起出血的症状，但是它会引起压迫症状。顶住这样。对，还有1型它是叫带蒂的肌瘤，就是说它大部分是在子宫外面的，只有一个很小的蒂和子宫连在一起。这种呢，其实大部分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因为它有一个蒂在那边嘛，所以它有可能会转。一转的时候呢，就会出现非常突发的剧烈的疼痛。那听你这样讲，这个子宫肌瘤是不是就等于是其他身体部位有长出比如说良性肿瘤是一样的道理吗？也不是很像，因为子宫肌瘤它的定义呢，就是说在子宫肌肉层里。子宫的肌肉层细胞长出的肌瘤。OK， 那个就叫做子宫肌瘤。子宫肌瘤。OK。那子宫肌瘤它常见吗？常见，30%到40%的人都会有肌瘤，只不过是大部分人肌瘤没有症状，他可能一直都没有发现。那数量越多，是代表说越严重吗？也许取决于位置和它的大小。对。OK， 好。子宫肌瘤多数都是良性的，它不是癌症，也不是感染，是否需要治疗，关键在于它长的地方，以及它带来的症状还有风险。长了子宫肌瘤身体会出现哪一些警讯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来，我们医疗小剧场 ，Action！ Ginny 今天心情很不错，本来打算呢看本书享受 me time， 突然间，哇，这里环境很不错哎，我就住在这里啦。你不要挤，这边已经很挤了，你不要一直挤我。哎呀，不好意思啦，我越长越大，所以我要很多的空间，辛苦你啦。哇，看哇！问一下这个玛丽医生像刚才我们的阳光肌瘤它就是可能会压迫到那个身体的器官嘛。那一般上的压迫感会是出现在哪一些部位呢？所以因为子宫周围有很多不同的身体脏器，所以它取决于它的子宫肌瘤长在什么位置，它压迫的会不一样。OK， 像这个盆腔的结构呢，所以说子宫在这边，对，然后前面呢是膀胱，后面是大肠 ，OK， 然后两边呢是有输尿管，然后还有大血管在这边 ，OK。所以如果子宫肌瘤是长在前面的话呢，它就会压迫到膀胱。如果子宫肌瘤是长在后面的话，它会压迫到大肠。
如果肌瘤是往外面长的话，往两边长的话，它会影响到输尿管，然后还会影响到一些大血管。好，那到底这个子宫肌瘤还会带来什么样的症状呢？来，我们各就各位。OK， 医疗小剧场 ，Action！ 好，这个时候呢，Jenny 从厕所回来，继续的看书。奇怪，为什么好像又想上厕所？不是刚刚才上完吗？嘿，应该是我啦，应该是我不小心压到你的膀胱了，你就当做多做运动，走多几次啦。哦，看，还有问一下这个玛丽医生哈，子宫肌瘤跟一直想上厕所是有什么关系啊？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模型来看哦，因为膀胱呢就在子宫前面 ，OK， 所以如果子宫肌瘤长在子宫的前面的话呢，它就直接压迫到膀胱，它会引起一个尿频、尿急的感觉。那这个是不是跟那个膀胱发炎有点像啊？症状会有一些类似。OK， 对。那医生，除了刚刚提到的症状之外呢，子宫肌瘤会在身体上出现什么信号呢？是，所以子宫肌瘤呢，其实取决于它的位置，它导致的症状会很不一样。OK， 像有的肌瘤呢，它是突向子宫腔里面的，所以就是离这个宫腔线很近的时候呢，它会引起月经量多，月经的时间很长。OK， 或者是如果是肌瘤是突向外面的，就像我们就会出现导致我们刚刚出现的那些压迫的症状，这些比如说便秘啊、尿频啊、尿急啊，会觉得下腹坠胀啊这些感觉。可是月经是因为它的那个内膜增厚，然后脱落嘛，然后它那个压迫出来，可是它的量也是会随之而增多的意思吗？对，因为它其实如果是子宫肌瘤突向宫腔里面的话呢，它第一是让子宫内膜的面积增大，第二它也会影响到子宫肌肉的收缩，所以它会增加出血量。哎，那有些女生如果说她每次说她的下背很痛啊，有没有可能也是因为子宫肌瘤？下背很痛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原因，如果比如说子宫肌瘤长在后面，它会压迫到盆腔的一些神经，然后就会导致一些后背痛。OK， 但是也是有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内膜异位症这些也会导致后背疼痛。对，医生，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那因为子宫对我们女生很重要嘛，是。那有这个症状会不会导致我们不孕呢？子宫肌瘤它是否影响怀孕其实是取决于它的位置。因为 baby 怀孕的时候 ，baby 是长在子宫腔里面，对吗？所以如果呢子宫腔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肌瘤的话，它第一它会影响怀孕，因为它会和 baby 一起去争夺空间，它也会影响到胚胎的着床。或者是如果子宫肌瘤长在肌壁间，但是和内膜很近的话呢，它也会影响到怀孕，因为它在怀孕期间肌瘤也会变大。所以如果肌瘤越变越大，也是会影响到怀孕的问题。那如果在不同的部位就不会影响到其他部位。如果是突向外面的，只要不影响到宫腔的话，通常影响就会比较小。那有没有这种几率，就是说在子宫内，然后怀孕，然后顺利生产？有很多啊，有很多。其实大部分的肌瘤，如果它是比较小，突向外面，不影响宫腔的话，是可以顺利生产的。OK， 那如果说有人想要打算备孕啦，在备孕的朋友有什么建议？如果在备孕的朋友的话呢，如果能顺利怀孕就没有问题。但是说如果有尝试一段时间不可以怀孕，一定要检查是什么原因影响。在这期间，如果在检查过程中发现，比如说有宫腔内的肌瘤，或者是肌壁间比较大的肌瘤，是建议先把它拿掉，之后再去备孕。就先把那个肌瘤拿掉先，这样也比较安全哦。对的，OK， 好，了解了哈。有子宫肌瘤不一定会影响生育，关键是呢，肌瘤的位置还有大小，以及是否影响到子宫腔，所以要记得留意哦。那玛丽医生，我想问一下，如果有女生发现有刚才像他们提到的那些症状的话，应该要怎么办？
应该其实尽早去看妇产科医生去检查，对。OK。那医生想问一下，是怎么去诊断？对。所以就是医生呢，当然会询问一些你的症状，询问之后呢，我们会做妇科检查。常规的妇科的检查呢，需要就是用手检查啦，就是说做骨盆检查。比如说怎么样？就是说我们会叫双合诊。双合诊的话，就是说我们用手呢，一个手的2个手指会在阴道里面或者在直肠里面，然后另外一个手是在肚子上按压，这样通过这个方法呢，去触摸这个子宫的大小啊、形状啊，有没有异常的肿瘤这样子。这个叫双合诊。然后如果临床上觉得子宫比较大，或者是觉得有肌瘤的话呢，我们会用超声波检查。这是最常见的诊断子宫肌瘤的一个办法。用超声去看子宫肌瘤的位置啊、大小啊、数量啊和子宫内膜的关系这样子。所以这个照片呢，那个黑影就是有肌瘤。对，那个肌瘤。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照片上呢，上面那个有一个3条线的那个是子宫腔，下面这个黑黑的其实是子宫肌瘤，所以这个肌瘤呢和宫腔会有一点点近，OK，就会影响到，就会出血。OK，那还有什么其他的检查方式？比如说很多发的肌瘤，对，或者是这个肌瘤在短期突然增大很多，如果会怀疑有没有恶变的情况下，我们会用核磁共振来去看有没有更详细的信息。所以核磁共振会对于那个比较复杂的子宫肌瘤的位置啊，会被准备手术这些会给更多的详细的信息。OK， 所以这个核磁共振 MRI， 我们看一下照片哈。哇，所以大小都可以测得出来。对，大小、位置、数目，这样会比较准确的去看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左边这个图呢，是一个很大的子宫，它差不多到肚脐的位置。OK， 它里面那些黑黑的阴影，其实全部都是子宫肌瘤。哇，还以为是下面那个白色的部分。对。然后右边这个图片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很大的子宫肌瘤，这个肌瘤的长度是26厘米，哇，右边的大小 cm 哦，不是 cm。很大，所以它的那个形状不一定是圆的，可能是不规则这样子。对，什么形状都 OK， 好。其实我想问，说到检查嘛，那看你又进去又压这样，那会痛吗？大部分情况下还 OK， 因为检查的时候也不是说很粗暴的检查，我们还会用很多的润滑剂这样，所以尽量不会导致痛啊这样，所以不用担心。对。那你建议1个月还是1年还是怎样？多久检查一次？如果有症状，肯定是尽早检查。但是说如果稳定，不需要任何处理，没有症状的话，1年1次就好。需要1年1次。我其实很好奇哦，医生，像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照片，它不是有很多颗，所有的那个肌瘤都长在一起吗？你要怎样分辨说哪一个是良性，哪一个是恶性？这个会比较难，因为首先肌瘤其实恶性的可能性不高，1/3的可能性。但是临床上目前所有的这些不管是抽血化验还是核磁共振，这些都没有说能够准确的说它是良性或是恶性。最准确的其实要把它拿出来去送化验，看有没有癌细胞在里面。所以术前很难去判断这个肌瘤有没有癌细胞在里面。OK， 那在什么情况下你们才会觉得说有可能会是癌变？对，就是说如果在短期内突然长大很多，OK，或者是在围绝经期或绝经后，因为绝经后没有的荷尔蒙，肌瘤应该是慢慢变小。但是说如果在绝经后这个肌瘤还是慢慢变大的话，就需要警惕一下。OK， 了解。长了子宫肌瘤，很多人关心就是是不是一定要开刀才可以完全治愈？不开刀可以吗？其实肌瘤需不需要手术的话，还是取决于症状。因为大部分的肌瘤比较小，凸向宫腔外面，其实是不用担心的。OK。那医生如果开刀了切除之后，他还会回来吗？它的复发率差不多是在20%，尤其是蛮高的。就尤其是我们刚刚看的多发的肌瘤，因为我们在影像学看到的是可以看到的，但是它还有可能很小很小的那些是影像学或手术看不到的。但是做完之后呢，就它们会慢慢的再长大，所以它会有一定的复发几率。但是如果是单发的肌瘤的话呢，通常复发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小。那治疗这个子宫肌瘤的方法
还有哪一些？除了就是手术开刀之外，一个是对症治疗，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病人会有出血多，对我们可能会给一些药来减少他的出血量。在必要的情况下，手术是需要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比较多的就是微创的手术，来拿掉子宫肌瘤，就比较小颗的啦。其实微创的话可以做很大的，像我们刚刚看的那些大的，全是通过微创来做。那怎么拿出来？就切小颗吗？微创的开口很小，所以我们先把肌瘤放在一个袋子里面，然后把它切成长条，就像削苹果一样，切成长条，然后这个长条从这个小的切口。OK， 那有没有严重到需要整个子宫拿掉？会有啊，就是说，如果这个女生呢，她有多发的肌瘤很严重的症状，但是说她已经完成生育了，我们就会去谈你要不要去拿子宫呢，还是要保留子宫的手术。OK， 那子宫拿掉之后会不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因为这个就器官蛮重要的嘛。其实子宫2个功能，一个是生小孩，一个是来月经。它其实本身没有分泌荷尔蒙的功能，所以其实是卵巢分泌荷尔蒙。所以你拿掉不会说马上进入更年期啦？其实不会，因为你的卵巢还在嘛，所以荷尔蒙没有变化。拿掉子宫的意思就是输卵管那边会绑起来嘛。OK， 所以通常子宫的手术呢，就是说这个是子宫嘛，对不对？子宫在这边，然后这个是输卵管，这个是卵巢。如果子宫手术呢，通常输卵管会一起拿掉。为什么呢？因为20%的卵巢癌是来源于输卵管。所以说你在切除子宫之后，其实输卵管没有功能嘛。对。所以我们会一同把输卵管切掉，这样的话它会减低卵巢癌的风险。那会有什么年龄段的女性会比较容易长这个子宫肌瘤？有，其实从小孩子到围巾期都可能都有。小孩子是还没有来月经之前的小孩子都没有了，大部分还是在月经前青少年是吧 ？OK， 就是来月经之后。OK。如果你有子宫肌瘤不一定是要非开刀不可哦。药物、手术、微创治疗各有它该出手的时机。是，那和医生好好的讨论呢，才是最重要的。那其实聊了这么多，我相信在座的3位呢，也是想要了解说有没有办法预防。其实不幸的是没有办法预防，因为它是和荷尔蒙相关嘛，所以就是它形成的机理，就是说子宫的某些细胞它对荷尔蒙超级敏感，这种其实蛮难预防的。最重要的就是如果有症状了，早点去检查。哇，我们今天终于把子宫里的不速之客都了解清楚了。虽然说它大多数都是良性，没错，可是随着它的生长位置大小还有症状的不同，处理起来可能是会一件很棘手的问题。是，那所以各位女性朋友多了解多留意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好，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下期见喽，拜拜。